有句话说，明智的人让自己适应世界，不明智的人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改变自己。当你变了，眼里的世界也会跟着改变。问你们哦，如果你前进一步是深渊，后退一步是悬崖，那你该怎么办呢？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子回答，我可以往旁边去呀，对不对？所以生活中任何问题都不是只有一个解决方法。一个人之所以觉得处处不如意，就是因为大脑不懂得转弯。当我们用固有思维解决不了问题时，不妨改变思维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艾丽。我会在这里和你们分享有关于我灵性成长的 vlog。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型的分享的话，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，并且按个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哈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哦。感恩，谢谢你。我觉得要改变的，首先就是自己，千万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，因为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是你生命的主人，他也是他生命的主人。你凭什么可以抽扣别人？就算神也不能。那你们也不要误会了改变的真正意义。所谓的改变，并不是叫你去改变谁或者某个事情，而是改变自己的思维、心态。最简单的改变可以从爱自己开始。在这个灵性觉醒的年代，似乎所有人都在说爱自己，但如何爱自己？到底怎样才能真正的爱自己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缺爱的人比缺钱的人还多。大部分的人都不爱自己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爱别人。我们都习惯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，折磨自己，批判自己，忽略自己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没办法给别人连自己都没有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没有钱，我们就没办法给别人钱；如果我们没有快乐，我们就没办法给别人快乐；如果我们没有爱，我们就没办法给别人爱，没办法真正的去爱任何人。于是，我们所谓的爱，充满了控制、索取、依赖。有说中你吗？学会自我觉察，时刻察觉自己的行为与思想。你可以试试这样做。第一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。当你察觉到自己的优缺点时，请尽量把优点放大，把缺点缩小，把专注力专注于自己的能力可以做的事情，不要一直盯住曾经的失败，而一直把自己埋在土里。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，接纳自己的短处，并且对自己说，没关系的，我会从这次的失败中吸取经验，并且会为下一次做好准备，全力以赴。停止指责，不要再指责与攻击自己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也许你身边的人曾经说你笨孩子、坏孩子、没有用、粗心、愚蠢等等，但是你是否也用这些话来骂过自己呢？当别人在伤害你时，如果你本身就因为别人说的话和行为而受了伤害，你的心已经受伤了，然而你还要继续指责自己，等于让自己承受了双倍的伤害。为自己创造价值感是很有必要的。我现在就是如此，但我不会认命，我会不断地改进我自己，直到我满意为止。你可以这么说的。接纳自己不完美这个事实后，加以改进，加以提升自己，一天一天，一点一点的改变，最后你会看见那不一样的自己。第二，停止让自己感到恐惧。很多人都缺乏安全感，所以我们总是喜欢自己吓自己，让事情恶化，把一点小事想得很严重，总是期待生活的最坏。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方式呀！临睡之前，有很多人会想象最坏的事情，就像小孩想象床底下有鬼一样。难怪你会失眠。小时候你需要父母的安慰，但是你已经长大了，你可以安慰自己。病人是这样，他们常做最坏的打算。如何准备自己的葬礼呢？他们丢弃了自己的力量，认为自己的生命就剩下了一些医药数据。朋友也是这样，
如果朋友不打电话来，就认为自己被拒绝和遗弃了。工作也一样，如果有人对你的工作提意见，你就会认为自己肯定是被解雇了。你自己制造了这些麻痹性的思想，这实际是一种消极的自我暗示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种习惯的话，请想象美好的事物来替代它，好吗？例如，你喜欢泡的热水澡，和另一半去看日落，布置自己的新家，或其他你喜欢做的事情。每次你发现你在吓自己的时候，请想象这些美好的画面，告诉自己说，不是的，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值得拥有一切美好的人事物，所有的好运和财富都会涌向我来。只要你不断地这样提醒自己，最后将会改掉这种坏习惯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什么魔术的咒语，这需要不断的练习的。第三，相信自己。你说信任是多么的重要呀？你为什么那么自卑？你为什么那么生气自己？你为什么老是觉得自己不行？这不都是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吗？为什么连自己都不相信？到底你的人生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被以前的自己出卖了吗？还是这些年来你都是自己欺骗自己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为什么你不相信你自己吗？你不相信你自己，那你相信谁呢？和我分享一下好吗？那我也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吧。我并不是随随便便教你们要怎样的去改变自己，要如何去爱自己，嘴巴这里讲完自己爽那种。因为曾经我也是个很没有自信的人，我从小到大被家里管得很严，几乎生活上除了去上学和补习班，就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去。因为我是独生女，妈妈总是会告诉我，女孩子要懂得照顾自己，外面的世界很危险，没事就乖乖待在家好了。就这样，直到我18岁那一年，我跟我妈妈说，我长大了，不能够一直躲在家里，我必须出去见世面了。于是妈妈答应了。而我当时才发现，我不敢面对陌生人，不敢和别人说话，面试都不合格，我无法回答人家的问题，也无法接纳工作的人和环境，感觉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，觉得很害怕，很没有安全感。于是我选择了逃避，我都在家里一段时间，不敢去找工作。即使过后找到工作，我也做不长久。后来遇到一个很善心的老板给我机会，我也遭到同事欺负，当时也不敢为自己发声，默默的承受。这全部都是从小到大被编辑出来的不自信，但我内心其实是不完全认同我是个没有自信的人的，至少我在心理上或者心灵上的那种感知能力是特别强的。我和朋友聊天几分钟，我就能够感觉到对方的感受和想法，对方是在讲真话还是骗话。这种能力并不是练回来的，因为以前除了同学和老师，我根本都没有机会去接触别人。怎么练呢？但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我有这种能力，也是不够自信的缘故吧。连向我爸爸说我想进修这方面的课程也不敢，后来就没有去想了。直到后来结婚生孩子以后，家庭也发生了很多变故和纠纷，我甚至想过自杀。我才意识到我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做个好榜样给我的孩子看。我不可以再那么没自信，那么不开心。我真的很想孩子可以比我更优秀，更坚强，更自信。我决定抗议，我决定要改变。我不理家人的反对，我要跟以前那个只会听从父母和先生的乖乖女说拜拜。有些事，如果你现在不做，永远也不会去做。永远都不要嫌自己太老，因为明天过后，你只会更老。我35岁当妈妈，37岁戴牙套，39岁学英文，41岁开启灵性成长旅程，成为9井灵气治疗师，42岁学习经营自媒体，后续再成为西塔疗愈师。告诉你们，这一路走来都不是玩玩的。在你决定做出改变的那一刻起，你的人生会进行无数次的能量调频，你的生活会陆续的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混乱，这些都属于正常的。
请你们不要退缩，只要目标对了，你就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因为你想改变的是目前的生活，所以你不可以用以前的方式继续过每一天的。就像当年国家改革的时候，都是会有一段混乱的现象，不是吗？如果这时你选择退缩的话，你就是回去过你以往不开心的日子。但如果你继续坚持，你就会看到世界的另一端，其实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的。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，面对自己的痛苦，真实的去接受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否则创伤和问题一个都不会消失。如果你也有故事或者疑问，方便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，我会为你回答哦。如果你考虑到隐私的问题，也可以选择私信我，跟我聊聊哈。生命是自己的，不要迷失在别人的评价里，用心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爱丽与光祝福你们，我爱你们，一定要活出自己，一定要幸福哦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把它分享出去，让更多有需要的人感受到光与爱，让我们世界变得更美好。感恩 Namaste，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哒哒。